老板，老夫人来电。是。默然呐，我刚才听你赵爷爷说，思涵也在你们公司上班，你们两个离得近，多培养培养感情。奶奶我还想见见重孙子呢。奶奶，我已经有女朋友了。什么？那是我做的方案，凭什么是赵经理的功劳啊？你手心里的女朋友，那可做不得数的，那见不着摸不着的，能靠谱吗？这样吧，奶奶，你给我几天时间，等我把手机里的女朋友给您领回去，让您见见真人，就能消化吧。这还差不多。行了，去上班吧。不生气，不生气，不就是官蛋吗？不是，妆都给我气花了。真是的，也不知道这老板什么眼神，谁做的方案都不知道啊！真眼瞎，早该去医院看看眼科去。老板，你是哪个部门的？我又不是你们公司的。小姐，你的胸牌上这么大的申明集团，想让老板看不见很难的。老板，好巧啊！哇，老板，你今天真的是玉树临风、英俊潇洒。公司啊，在您的带领下，一定会越来越好的。是挺巧的，今天要不是你啊，我都不知道自己该去医院看看眼睛了。老板，您日夜为公司操劳，是应该去医院多注意注意身体啊。老板，先去上班了。小然然，我完了！我当着我们老板的面说他坏话，我可能见不到明天的太阳了。半个小时后到办公室来。半个小时后到办公室来。完了，这肯定是要杀人灭口了。放心啦，这种小事老板一般都不会放在心上的。那是你没有见过我们老板，一天天板着张脸，跟面瘫似的。现在肯定有记仇的小本本。还好我不爱摆着脸，要不然以后天天见了我，肯定不行。进来。默然，这是我给你做的手磨咖啡，你喝完了再工作呗。再放两杯。这个方案可是我熬了好几个夜才做出来的，到时候你可得好好奖励一下人家。那你说说，你写的应急预案是什么？默然怎么会突然问这个？肯定是苏千池那个小贱人告状。应急预案。看来赵经理最近记性不太好，自己写的预案这么快就忘了。不是的，默然，是我最近太累了才会这样。事实如何，你自己心里清楚。再有下次，绝不轻饶。默然，我对你的心意，你当真一点都不知道吗？默然，我对你的心意，你当真一点都不知道吗？我去，我听到了什么？撞见经理跟老板告白？我的小命这次真的保不住了。进来。老板，这个方案你来负责实施。真的吗？老板，您真的是英明神武，慧眼如炬。这身马屁我去换人。好嘞。苏天池，我劝你最好认清自己。默然不是你能消想的。还有，再敢去告状，我先让你在公司待不下去。谁要消想那个死变态啊？
我祝你们百年好合，早生贵子。苏千池这次啊，可是上大人物了。谁不知道赵经理是赵氏集团的千金大小姐啊？要不是为了玉总，谁会来这儿当总经理啊？要我说呀，玉总和赵经理那可真是天造地设的。谁说不是呢？今天工作怎么样？小然然，借你吉言，我们老板真的没和我计较哎，还把属于我的东西都还回来了。苏芊芊，你怎么笑得像一个花痴一样？你说这网恋算不算恋爱啊？我好像真的上头了，每次跟他聊天我都好开心的。你可别怪我没提醒你啊！现在这个时代，大家都是图一时新鲜罢了，也就你这样的傻白甜，会对一个连面都没见过的人动心。可是他真的很好哎，他又聪明又有耐心，又聪明。网恋不谨慎，见面两行泪，你也不想想，万一网络那头是个地中海大叔，那你怎么办？不可能，他才25岁。那万一他是一个身高1.6米、体重260的大胖子呢？不会的。那可说不定，你自己好好想想吧。我先洗澡了。我们什么时候能见一面啊？网络缘分一线牵，不如快点见一面。芊芊，我们见一面吧，这样会不会吓到他？哎，好想见芊芊呀！我喜欢你，请你做我女朋友吧。大哥，你哪位啊？你不用再隐藏自己了，你每天都到我们店里买咖啡，你不就是喜欢我吗？而且你今天一直都在盯着我看。那万一他是一个身高1.6米、体重260的大胖子？芊宝贝，我是你的漠然哥哥，我们终于见面了，亲一个。知道你的喜欢已经隐藏不住了，但是告白这种事情应该男孩子来。咱们有话好好说啊！哼，苏千池，我要让所有人知道你的真面目。不行，今天你不答应我，我就不起来。咱有话说说，走。苏千池，好巧啊，老板。好巧啊，老板。现在时间是8点59分，离上班时间还有1分钟。苏小姐，你要迟到了。公司明确规定，迟到1分钟罚款200。算你好。不准走！小宋，公司什么时候阿猫阿狗都可以随便进来？是老板。我来找我女朋友，你抓我干什么？放开我！你再不走的话，我就报警告你骚扰了。看公司群消息没？我去，真是看不出来呀！苏千池平时一副清清纯纯的样子，没想到口味竟然这么重。而且呀，我还看到他们在大庭广众之下这个呢，还被老板看见了。咦，这也太恶心了吧！就是，没想到苏千池到底看上那男的啥了呀？还能看上什么了？你没看那男的脚上的鞋吗？3万多呢。苏千池体力包养呗，真是世风日下，道德败坏。刚刚说谁被包养了？
你刚刚说谁被包养了？没说谁。苏千池，走路怎么没声啊？不做亏心事，不怕鬼敲门。怎么，谁有鬼？你才有鬼！发生什么事儿了？经理，苏千池他被老男人包养了，你看老男人追上门了。你胡说什么呢？你敢做还不让别人说了？你要想让大家不知道，你别做呀。就是自己被包养了，还不许别人说了。够了！外面在吵什么？好像是苏小姐被传被包养了，然后与同事发生了争执。包养？早上的事情被别人拍了下来，发在了公司群里。老板，您看。简直是无稽之谈。苏千池，我们山明集团不留品行不正的人，你还是收拾东西走吧。赵经理，不清楚事情的真相，光听他人一面之词就可以随便开除人吗？这么清晰的照片都不算证据，如果你真的没有问题，那怎么会被拍呢？小宋，你怎么来了？是漠然要找我吗？是于总派我来的，不过是关于苏小姐的。苏小姐，于总说今天早上你在公司遭到骚扰，又被他人造谣，公司表示歉意，特允许你休假3天。至于那些造谣惹事的人，一经发现，罚款500。苏小姐，您现在就可以休息了。漠然哥哥怎么会替这个女人解释？感谢真爱永恒送来的火箭。天天，我回来啦。今天的直播就先到这里了，宝宝们，下次再见哦。哇！哎呀，祖宗哎，你怎么大白天就回来了？还带着电脑？你该不会是被公司炒鱿鱼了吧？才没有，现在是休假。3天。休假？你年假不是用过了吗？哪里还有假期？今年，我被人骚扰，还被人造谣了。什么？你没事吧？没事儿，就是因为这个，老板才给我放了3天假，而且他还帮我在公司内澄清，惩罚了那些造谣者。那看来你老板也不像你之前说的那样冷冰冰嘛，你不太好好感谢一下人家。那我是不是应该发个短信感谢一下？但我也没有他微信啊。你是不是傻？你这样，老板怎么能感受到你的诚意？那我前2天刚买的，你拿去给你老板。你不是说你们那个经理老给你使绊子吗？这次跟老板搞好关系，以后你还用怕他吗？你想的也太周到了吧！这就给老板送去。我知道他家在哪，我给他送过文件的。苏倩倩，你老板不用上班的呀。那我等他下班。老公，我回来了。老公，我回来了。苏千石，老板，你误会了，刚刚是有人在后面。漠然，交了女朋友怎么不跟家里说呀？来来来，快进来啊！我是漠然的奶奶，你也叫我奶奶就好了。奶奶，我不是。哎，孙媳妇儿真乖。姑娘，你今年多大了？我。苏小姐，我想我有必要提醒你一句，上一个想攀附上位的人，已经被公司开除很久了。老板，我冤枉了。奶奶，对不起，我只是山明集团的一个员工。漠然的员工？员工跑到家里来干什么？还叫我们漠然老公，真是一点羞耻都没有。漠然，这样的女人可不能进我玉家的门。奶奶，老板，
我这次来只是专程感谢您上次在公司帮我澄清的。我记得公司准则里有一条是不许任何人私下进入会议。苏小姐难道是想让我自己破坏定下的规矩不成？我忘了，我先走了。呀，我的天爷爷呀！现在的小姑娘真是不得了啊！这种东西也能带在包里。这不是我放的，我不。苏千石，看在你在公司还在守规矩的份上，这一次只是警告，再有下次，直接给我滚蛋！哎呦，我的小祖宗哎，你怎么淋成这个样子啊？我去给你拿毛巾。怎么了？这是发生什么事儿了？受委屈了是不是？外面也没下雨，怎么湿成这样？念念，你给我的东西里怎么会有这个？这是什么？哎，这不是我昨天吃鸭脖戴的手套吗？怎么了？手套？这真手套啊！哎，行了，先处理干净，不然要感冒了。啊切！坐好，我给你泡感冒冲剂去。今天晚上有暴雨，记得关好窗户啊。臭小子，干嘛呢？吓奶奶一跳！千玺怎么突然打电话过来了？奶奶，我去接个电话。喂，我是不是太冲动了？小然然还没给我打过电话呢，现在挂掉还来得及吧？喂，这个声音啊！芊芊，你在吗？哦，我在。你怎么这么晚突然打电话过来？没事，我就是。要是不方便的话，那就约在影月咖啡馆。好。想什么呢？这么投入？我约了小然然见面。真的啊？但是。是吗？但是我总觉得小然的声音很熟悉，好像我老板的声音。玉墨然，不会这么巧吧？哎，不过你老板叫玉墨然，网恋对象叫墨然，难道是同一个人？应该不会吧？要是我老板的话，那不就完了吗？哎，也不一定啦，说不定只是声音比较像。你明天见面了不就知道了？我不想面基了。你这就退缩了？不是还没确定吗？这样，你明天见面了，先不要透露自己的身份，先观察一下，确认一下身份再说。好主意啊！要是情况不对，我立马就溜。bingo， 把面基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。
念念，你真好。芊芊的声音怎么会这么像那个女人？难道真的是她？不对，那女人的性格和芊芊完全不一样。芊芊温柔善良，才不是那种攀附领导上位的人。世上真的会有两个人声音这么像吗？念念，我走了。加油，面基，顺利哦。老天爷没给我开玩笑吧？我的网恋小奶狗是这个臭冰山，一定是巧合。这个玩偶又不是限量的，谁都可以买，说不定他在等别人呢。对，一定是这样。苏千池，老板，好巧啊，你也在这儿，我刚刚都没看到你。你在这干嘛？我刚刚从那边路过，然后看到有家咖啡厅，我就来买咖啡。老板，您呢？有人。那我就不打扰了。不好意思，我不是故意。拿开。老板，这个玩偶多少钱？要不我赔给你吧。你赔？好啊，10万，你想怎么赔？10万？老板，我看这玩偶其实也没坏，要不我拿去洗干净再还给你。安妮，哎，走开！人家不嘛。没想到玉总这个大冰山竟然有这么热情的女朋友。苏天使，你好像很闲的样子，不如回去把昨天的项目细则报表做出来，明天一早交到我办公室。好的，老板，我这就去加班。善于把皮饭后的资本家，不过还好，这玩偶也不止10万块，老板也已经有女朋友了。我的网恋小奶狗还在。玉莹莹，你再不撒手，我立刻再让小宋给你送出门。哥，我错了，我才刚回来，哪来的丑娃娃？至于吗？一个娃娃而已。这个可不一样。难不成还是定天信物呀？真被我给说中了。哥，你终于开窍了。嫂子是思安姐吗？不是。不是，思安姐和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又对你一往情深，不是她，那是谁啊？我们还没见过，是网恋。网恋？哥，你堂堂玉氏集团的总裁，居然网恋，还没见过面，你脑子进水了吧？我们本来约定今天见面的。那我倒要在这儿看看，这人到底是何方神圣，就怕呀，他心虚不敢来。小然然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今天临时要加班，没有办法见面了。被我给说中了吧？怎么突然加班？抱歉，本来今天是休假的，我们老板这个死变态临时加任务。真是不可理喻，这种压榨员工的老板迟早会破产。知我者，小然然也。他今天临时有事加班，来不了了。这种借口你也信？这种要么就是长得磕碜，要么就是个抠脚大汉，见不得光。说是要来见面，结果找个理由不来了，吊着你呗。我不在乎他的长相，而后者我确信那就是个女孩子的声音。哥，你知不知道有个东西叫做变声器啊？哥哥，我想你了。哥哥，我想你了。这下你还相信网线那头是个妹子吗？我们已经在一起3年了，我相信青青，她是不会骗我的。宝贝，加班辛苦了，我给你点个外卖犒劳一下喽。今天就让我拆穿你的真面目。不用麻烦了。
不麻烦，不麻烦。芊芊宝贝要加班，人家心疼。这小然然怎么变得这么油腻了？没想到你这个网恋对象还挺信任你的嘛。你闹够了没有？哥，你不是挺相信他的吗？今天就能知道他到底对不对得起你的信任。一会儿下楼下去拿外卖，就能见到你的芊芊了。走吧，走吧。等一下，又怎么了？哥，你这一身西装也太不像送外卖的了，我都给你准备好了。还有这身衣服，还有口罩，万一对方是个色狼，对你见色起意怎么办？哥，男孩子在外面也得保护好自己啊。小然然点的外卖这么快就到了？不对啊，怎么可能这么快？现在送外卖都包这么严实了吗？那里怎么还有人？难道是同伙？不是有人敲门吗？怎么不开门？这个外卖员不对劲，在门口都站了好久了，好像还有同伙来着。那你千万别出门，我现在就给保安打电话。会不是没人在家呀？你们俩鬼鬼祟祟干啥呢？我们就是来送外卖的。送外卖？送外卖2个人啊？外卖放下，赶紧走！不是误会，走走走，我们走。快点，给我放下，赶紧走！玉莹莹，你这出的什么馊主意啊？现在呢？现在怎么做？嘘，小点声，咱们现在杀出去回马枪，说不定还能遇见他拿外卖呢。行了行了，你闹够了没有？那你总要让我拿手机吧？我刚刚手机落楼梯间了。你自己去吧，我去上等你。那就谢谢李叔了。不客气，不客气，应该的。不过你们今天做的非常好，下次再碰到那种可疑的人，一定要及时报警。明白，李叔慢走啊。好嘞。这人怎么有点眼熟啊？我这儿有你女朋友的照片，想要吗？你怎么拿到的？山人自有妙计，想要就拿钱买吧。支付宝到账50万元。不是吧？一张照片而已。行行行，我发给你。这背影怎么好像在哪里见过？哥，要不然我帮你把他所有的底细都调查清楚。你有这精力，不如好好管理你自己的公司。你现在已经回国了，游戏公司就还是你的。啊！我去，这么多！你彩票中奖啊？这些都是小然然点的，他该不会是什么隐藏的富二代吧？很有可能。哎，我还没问你呢，你今天面基怎么样？小然然是你老板吗100%确定了，不是他。我今天看到他也在的时候，我都快吓死了。那要真的是他的话，我直接就分手了。不过我很好奇，像你这种又不会撒娇卖萌，又不会夹着嗓子叫哥哥的，玉墨到底看上你什么了？说不定人家看上我温柔可爱的。大柱，就你这种一个人追着对面一群人看，逼着对面叫爸爸，跟温柔8个字都打不着，好不好？好了好了好了，我自己也不知道。苏千石，今天城北有实地考察的项目，要拍够800张素材。赵经理，一天800张根本拍不完的。那就是你的事儿了。完成不了的话，我就得考虑一下你的工作能力是否能达到我们公司标准了。我上周没来，你怎么得罪那个赵永健了？现在外面可零下10几度，你出去考察不得冻成冰棍儿？我怎么知道啊？我估计啊，他就妒忌你长得太好看了。公司里暗恋你的人没有100也有50，要不我帮你喊一声，大把的人愿意来帮你做呢。不用了，这是我自己的事。好吧，辛苦了，加油！加油！哥，你就让我查查那个芊芊吧，我真的太好奇了。好啊，拿你3个月的零花钱来换。你怎么这么宝贝他？时机未到，我不想那么早的闯入他的生活，所以这件事免谈。哥，那个是不是上次咖啡馆那个女生啊？她是你们公司的吗？
没难受，看起来情况不太好啊。没事吧？哥，你愣着干嘛？赶紧给人送医院呀！会不会我是在做梦吗？苏千池，爪子不咬可以剁了。在我梦里还这么嚣张啊！没晕就赶紧给我下来。哥，我之前怎么没发现你们公司这么变态呢？零下10几度的天气，让人家一个小姑娘在外面十几好茶。不说话没人拿你当哑巴。行行行，我不说了，我走行了吧？小兰，看来我还是做梦了。完了完了，这不是梦啊，是真的老板！怎么办？我好像还捏老板的脸来着。老板，看来你还知道我是你老板。起来，别给我装死。可是我现在是病人。苏千池，我警告过你，别试图跟我耍心机，把心思全放在工作上。我没有啊。没有？那你是想告诉我，本来在公司工作的你，却恰好出现在咖啡馆，又恰好晕倒在我眼前？苏小姐觉得这样的解释站得住吗？不是这样的，是赵经理安排我去城北做实地考察，我才会出现在那里的。苏千池，你还真是死鸭子嘴硬啊！我们公司从来就没有城北的项目。没有城北的项目？怎么可能啊？编瞎话之前没想好，不如让我来猜想一下。你事先知道我在城北，所以就跑过去假装晕倒在我眼前，想试图引起我的注意，怎么样？我说的对吗？今天的事情，不管你信或者不信，真的只是巧合。我非常感谢你送我来医院，但是我对您没有任何非分之想，我只想好好工作，仅此而已。苏小姐，你身上的巧合未免也太多了，我的忍耐跟宽容都是有限的。透支人事，给苏千池发辞退书，明天开始不用再来上班了。是老板，不过辞退理由是什么？勾引上司，态度极其不端正。死变态，臭变态！谁给你耍心机啊？死脸狂！403该交费了啊，1楼大厅。好嘞。小然然，我都要气死了！怎么会有那么会脑补的老板啊？你朝他笑一下，他就觉得你要嫁给他。这样的老板8成是心理病态。苏千池，姐姐，如果你在那家公司做的实在不开心，要不要考虑来我们公司啊？我们老板人很好的。可是我们老板虽然变态，给的工资倒是挺高的。玉总的手机怎么会响？他也在聊天吗？你很缺钱吗？是有点。芊芊是不是遇到了什么困难？我可以先借你一些。这么多？不能要你的钱。怎么会这么巧？难道和老板聊天的人是我？再试一次。不会吧？难道真的是他？管了，死也要死的明明白白的。玉皇大帝、王母娘娘、观音菩萨、如来佛祖保佑，千万不要是这个玉扒皮啊！还好不是他。老板，赵经理刚才打电话说联系不上你。手机关机了，可能是没电了。他说什么了？赵经理他说，策划部苏千池今天无缘无故的旷工，他向您申请开除苏千池。我已经向他传达了您对人事部的命令。知道了。苏千池，你这个女人还真是满嘴谎。怎么会这么巧呢？苏芊芊，哎，你怎么进医院了？被冻发烧了。娘娘，你
坐。我今天差点又以为那个玉冰山就是我的网恋对象，不过还好，老天是眷顾我的。那万一你那个对象真的是你老板呢？绝对不可能！据我了解，小然然是一个温柔体贴的男人，绝对不可能是我老板那个傻叉嘛。认证失败，怎么了，千池姐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突然就进不去了。可能是系统出问题了，我来吧。好，谢谢。好了。苏千池，你怎么在这儿？现在是上班时间，我怎么不来啊？上班？你还不知道吧？你已经被公司开除了。这不可能啊！你凭什么开除我？上面写的清清楚楚，你无故旷工，勾引上司，态度极其恶劣。像你这样的贱人，留在我们山明集团就是臭臭老鼠屎。你胡说！我根本就没有旷过工，勾引上司更是无稽之谈。公司门禁打卡显示的明明白白，你昨天没有上班，也没有请假，不是旷工是什么呢？昨天是你说城北有项目让我过去实地考察，我才发烧晕倒没来公司啊。苏千池，你脑袋坏掉了吗？我什么时候说过城北有考察项目？你说我说过的，证据呢？昨天所有人都在，他们都看到了。我可以作证。我可以作证，赵经理昨天没有给苏千池布置过任务。苏千池昨天一天都没来公司。我也可以作证，苏千池昨天确实是旷工了。你们都是串通好的，一起来污蔑我的，对不对？监控，我要求调取昨天的监控，监控是不会说谎的。哎呀，真是不好意思了，昨天监控室出现了一点小意外，所以昨天的监控都没有。发生什么事了？小段，你来的真好，你可以帮我作证的，对不对？我昨天确实来公司了，没有无缘无故的旷工。啊，昨天小段，你来公司也不久了。我觉得该给你往上升一升，最近3组组长的位置刚好空出来。真的吗，经理？但是呢，如果你说错了话，公司还是有其他人愿意在这个位置上，所以想好了再说啊。我昨天没有看到苏千池。小段，苏千池，你还在等什么呢？还不赶紧收拾好你的垃圾，给我滚蛋！站住！跟我斗，自不量力。喂，妈。死丫头，这个月的生活费怎么还没打回来？妈，我最近……你别找借口，你可以老大不小了，想看姑娘什么的都要钱，抓紧时间把钱打过来。好，我知道了。苏千池，房东，这个月的房租什么时候交啊？都拖欠好几天了。不好意思，能不能再宽限一段时间？没钱住什么房子啊？看你那穷酸样，没钱就滚回老家去，别在江城待了。哼。你好，我想请问一下，什么时候可以开始面试呢？让你等你就等着，哪那么多废？哎呀，干什么？不好意思啊，我没看到你在这儿。呀，这不是苏千池吗？怎么还在等面试？赵思涵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我怎么会在这儿？我来看看被山明集团开除的丧家犬啊！苏千池，你这个样子真是可……赵思涵，你这样有意思吗？苏千池，识时务者为俊杰，休想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就得付出代价。你到底
想干什么呀？这里不是山明集团，不是你可以为所欲为的地方。你正好提醒我了，这里不是山明集团，你也不打听打听这家公司的董事长是谁？是我爸。赵小姐，所以今天根本就没有面试官，对吗？不错嘛，你终于长脑子了。苏千池，我再好心提醒你一次，这次不仅是这家公司不会录用你，其他公司也不会。我劝你趁早收拾东西，滚出江城，滚得越远越好。苏小姐，你怎么摔倒了？我扶你起来。赵思涵，你又在装什么？真让人恶心。发生什么事了？漠然哥哥，苏小姐刚刚不小心摔倒，我好心扶她起来，肯定还在怪我开除她的事。苏千池，集团开除你是我的决定，跟赵经理无关，与他无关。赵思涵，你敢当着郁总的面告诉他我昨天为什么会出现在城北吗？漠然哥哥，苏小姐被开除，心里肯定很不痛快。她这样误解我，我也能理解。没关系的，漠然哥哥，我爸还在等我们，先走吧。冥顽不灵。爸，赵伯伯，漠然来了，来，快坐。滚得越远越好。冥顽不灵。小然然，有同事污蔑我，我被那个傻逼老板开除了。怎么会有这种傻叉老板？别难过了，买一些能让你开心的东西。这次不许拒绝，工作慢慢找，找不到的话我养你。哟，你们家玉墨大红包啊！哎，喏，喝点热水。妮妮，今天都找了一天的工作，没有公司要我。嗨，我当什么事儿呢？我有个朋友开了一个酒吧，你要不要先去干2天？真的？你今天就可以去，我下播了就去找你。好，妮妮最好了。自古英雄出少年呐，我对这次2个公司的合作充满信心。赵伯伯过奖了。为了这次的合作，这女儿没少踩我耳根，夸你。哎呀，爸。漠然一定铭记于心。行了，你们2个年轻人去玩吧。漠然，恭喜你拿到新订单，要不晚上喝一杯？好，走吧。宝贝，我来了。芊芊，哎，你先坐，我待会儿就要换班了，待会儿来找你。行，你先忙。漠然哥哥，怎么了？没什么。小贱人，怎么阴魂不散？漠然哥哥，我先上个洗手间。苏千池，你怎么还在这儿？你又想干什么？我想干什么？我已经警告过你了，滚出江城！你怎么不长记性？赵思涵，你已经害我找不到工作了，这还不够吗？你还想怎么样啊？当然不够，像你这样的癞蛤蟆，就应该在臭水沟里发烂发臭。我还有事。念念，你怎么喝这么多啊？芊芊，我男朋友跟我分手了。你们终于分了？你不是我说，那个男人真的配不上你。哎，他连房子都没有，这男人要是没钱啊，就是废物一个。我果真没有看错，她就是个想攀附上位的拜金女。岳冰山，他怎么在这儿？他不是有女朋友吗？怎么还和赵思涵在一起？算了，都被开除了，不关我的事儿。漠然哥哥，你在看什么啊？哦，没什么。漠然哥哥，我刚刚看到苏千池了，他竟然在这里上班。
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选择罢了。可是我看到他在陪一个老男人喝酒，那个老男人还把手伸到了她裙子里边。他怎么这么堕落？真替他感到惋惜。没必要为他这样的人感到惋惜，他还不会。我走吧。在他眼里，我就这么不堪。芊芊，你怎么不说话？没什么。念念，那个男人真的不适合你。你看，他都毕业这么多年了，还要靠你直播养活着，他配不上你。可是我们在一起很久了。我说男人没钱就是废物一个，可能是有一点难听，但我真的是这么想的。没有跟你说过我的家庭，其实我是有个哥哥的。啊？我一直以为你是独生子女。我那个哥哥都30好几了，一直没有结婚，因为他没有钱操办那些婚事，连相亲的钱都是问我要的。啊？怎么会这样？他不想出去工作，每天就在家待着啃老，我爸妈负担不起，就把这些算在我的头上，问我要钱。芊芊，念念，你听我的，你值得更好的，不是一个不能独立的男人啊！好，我明白了。来，干一杯，忘掉那些狗男人，干杯！不走，你先坐这歇会儿啊。我不走，你放开我。走。那不是玉总之前的女朋友吗？你先在这儿坐会儿。你们在干什么？哎，你再往前走一步，我就报警了。美女，你这就没意思了。我送我女朋友回家，这不犯法吧？她是你女朋友？对啊，是我女朋友。可我见过她男朋友啊。她跟哪个男人分手了，然后跟我在一起，有什么问题吗？美女，你还有什么要问的吗？没有的话，我先带我女朋友回去吧。等一下，你女朋友的钱包好像掉了，里面好像还有不少钱呢。妈的，你敢耍老子！在哪里？芊芊，你没事吧？刚才也太危险了。我没事，这位小姐是玉总的女朋友。玉总？于默然？把你开除的那个于默然？是的。那你还管他干嘛？还不如让他被绑了算了。走了。人呢？没抓到。废物！都是那个骚货认识那个女人，然后还叫来了保安，我这才失的手。知道那个女人是谁吗？她是默然的妹妹。要是我救下了她，默然一定会对我心存感激。你竟然把她放跑了，没用的东西！是我没有，是我不能。行了，起来吧，我先出去看看。芊芊，你一个人真的没问题吗？你放心吧，你先回去，注意安全啊！玉总应该马上就来了，我等他。那好，那我先回去了，你一个人要小心。嗯。玉总，你来了。苏千池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你放了我妹妹，你想要多少？开个价吧。或者你想回山明集团上班，我也可以满足你。你觉得是我特地绑架你妹妹给你打的电话？不然呢？苏小姐，你还真是好手段，从我身上找不到机会，就从我身边的人下手。你们这些小姐少爷，是不是有点钱就不把人当人啊？苏小姐，要想得到别人尊重，首先要学会自重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我什么意思？
苏小姐难道还不清楚吗？苏千池，你又坏我好事儿。你是如何拿身体换取金钱利益的，我管不着。我只想把人给带走。你想要多少？开个数吧。我没有。啊！放开我！你住手！漠然哥哥，救我！你别动他！别过来！告诉你，这个女人坏了老子好事，她今天必须死！你先冷静一下，你有什么要求尽管提，我都满足。说真的，什么都可以。漠然哥哥，还好你来了。你不是回家了吗？为什么还在这儿？我正准备回家，结果看到这个男人搂着一个女人，和苏千池鬼鬼祟祟在说什么，我放心不下，结果跟上前，发现苏千池绑架了莹莹。苏千池，你还有什么好狡辩的？苏小姐，救救我呀！我都是听了您的命令，然后绑架了那2个女人，你一定要救救我呀！怎么是你啊？你果然认识他。不是，可能就是他。苏千池，你就别再嘴硬了。莹莹和你无冤无仇，你为什么要绑架她？我就是撞破你绑架莹莹，你居然要派人来杀我！你胡说，我没有。苏千池，你简直是蛇蝎心肠，那可是人命啊！你为了自己的私欲，连人命都不要了吗？挑战法律权威的下场，你应该很清楚，你要为你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。苏千池啊，苏千池，乖乖滚出江城不好吗？这下可要吃牢饭了。当正义得不到伸张，那还有什么意义？你说什么？小然然，这个英雄的台词真的是太悲了。当正义得不到伸张，那还有意义吗？你好，这里是江城公安局110报警服务，请讲。对不起啊，我打错了，我愿意接受处罚。漠然哥哥，你怎么了？你刚才说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当正义得不到伸张，那还有什么意义？千池，玉冰山怎么突然这么肉麻？我真是昏了头了。怎么会因为一句话就觉得这个女人是芊芊？陆小姐，今天的事情我不再追究，你可以先回去了。漠然哥哥，你在说什么？我不想再重复第2遍。可恶，漠然哥哥竟然放过了这个贱！神经病啊，就知道误会人。苏千池为什么会刚好说出那句话？难道是我想多了？小道，去核实一下苏千池离职前1天究竟发生了什么事。好的，老板。老板，苏小姐离职前天办公室的监控因不明原因消失了，技术部门正在恢复，但需要时间。但是，办公区的在场人员的证词全部证明了苏小姐那天并没有进过办公室。尽快恢复监控。是。经理，那个文件明明是我做的，上面为什么写的是你的名字？你都知道了，还问我干嘛？我今天美吗？你小段，哦，不对，现在应该是段组长。我劝你找准自己的位置，并且管好自己的嘴巴。我不想听到什么不该听到的东西，不然我就只能去拜托漠然哥哥。思涵，你真的以为自己可以一手遮天了吗？小冉冉，上！快！小冉冉，上啊！哎呦，我又没了。哎呦，小冉冉，都玩了3年了，技术怎么还这么差？等着啊，我去给你报仇去。
会是我认识的那个人吗？老板，结果恢复了。小然然，怎么了？老板居然在和女人开语音，那我还是回避一下吧。我好像错怪了一个人。知道错怪了的话，现在补救还来得及啊。好。玉总突然约我出去干什么？能不能不去啊？对呀，深圳不怕影子斜的，怕他做什么？哎，姐啊，我问一下，那个厕所怎么走？哦，在那边。李总。苏小姐，我这次来呢是向您道歉的。道歉？先前公司开除您的理由存在不实信息，我们已经查实了，希望苏小姐可以回到山明集团继续工作。可是，这里是10万元的精神赔偿费，希望苏小姐可以考虑一下。10万？绿扒皮竟然用钱收买我！可以，我可以回到公司。好，苏小姐，为了方便以后的工作交流，我觉得我们有必要加一下微信。还是验证一下，如果微信号一样，那就说明苏千石就是芊芊。那您加我吧。好。真的不是他。怎么感觉温度突然下降了好多？那苏小姐尽快到岗。明白。这人怎么变脸跟番薯一样快？哎，他怎么又回来了？简直像蟑螂一样讨人厌。苏千池，你真是阴魂不散，怎么还敢出现在我面前？赵经理，想不到吧？这一次是玉总亲自找我回来的。哎呦呦，你在说什么笑话呢？还玉总亲自请你回来的，你不会是对此退烧傻了吧？这是我这辈子听过最好笑的笑话，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，漠然哥哥怎么会亲自请你？太搞笑了！算了，看来你们也不会信。也罢，那你们就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吧。我要工作了。苏千石，我能把你赶走第1次，就能赶走第2次，走着瞧。苏千池，把这个文件拟好，立马发给我。苏千池，这是最近的项目，麻烦你有什么？这个文件玉总急用，今天之内做好发邮箱。芊芊，原来你住的离我这么近。小宋，你马上去给我查咱们公司有没有住在4凤文小区3栋715的员工。好的，老板。
芊芊一个人走夜路不会害怕吗？苏千池，他也住在这个小区。哎，是我。玉总，你在这做什么？我在这儿夜跑啊。那你先去吧，我先走了。于总，你还有事儿吗？你也住在这个小区吗？对啊，怎么了吗？你住哪一栋？月扒皮突然问我住哪里做什么？难道他想对我潜规则？对呀，他看着像母胎单身、无欲无求的样子，他该不会想知道我住在哪儿，到时候好加班吧？这离公司这么近，肯定是这样。啊，玉总，我家不住这儿。其实我是来这儿找我朋友的，我朋友家住这儿。当真？苏千池，站在这干嘛？我在家都等你好久了。于总，这位就是我给你说的朋友，我今晚就住他家。什么你家我家？那不是……你不说话，没人把你当哑巴。那于总，没什么事儿，我们就先走了。苏坚持被于默然救走了。这怎么可能？这次踩点怎么样了？查清苏千池的住址了吗？查清楚了。那就好，你先做好准备，等下次动手。好，明白。地址排查怎么样了？公司很多人的地址登记的都不是很完善，补充的话还需要一段时间。尽快去查。是。还有，颁布一条命令，从今天开始，公司禁止加班，违者罚款。是。禁止加班条例，岳冰山怎么突然做人了？你打他呀！不是，你怎么这么菜呀？打他呀！妹妹，你打我要呀！到了，你快点来吧。菜呀！我马上到。是啊，冲啊！你好，你好，不好意思，可以约束一下您的小孩吗？这里是公共场合，不要大声喧哗。这餐厅你家开的呀？我孩子想怎么着就怎么着，管得着吗你？嫌吵就把耳朵堵上呀！我什么我可不像你住海边，一天天啥都想管。瞪我干什么？怎么？有本事你来打我呀！穷酸气都扑到我脸上了。来，儿子，你想怎么玩怎么玩，我看今天哪个敢说你。别，算了，不跟傻叉一般计较。哎，臭乞丐，要饭去其他地方去。我不是来要饭的，我是来吃饭的。外边天太冷了，我走了好久才找到你们这一家餐厅。这个地方可不是你能来的，这刚拖的地都给我踩脏了。哎，你出去！求求你，我已经走了一天一夜了。求我也没有用，这不是你能来的地儿。住手！奶奶，你没摔着吧？这位奶奶为什么不能在这用餐啊？你们的服务守则里难道没有“顾客就是上帝”这句话吗？那你也不看看，这是他能消费的地方吗？好，那这位奶奶今天的消费我来负责，这样总行了吧？装什么圣母啊！死穷逼，你怎么什么都要管？
你没事吧？没事，姑娘，你是好人，我把这个送给你，这个是我亲手缝的，驱蚊可好了。奶奶，这个我不能收。你就收下吧，你要是不收下，奶奶这顿饭呢都吃不下去呀。那我就收下了。奶奶，你先吃着，我去给你倒杯水啊。好。老东西，这个袋子装是什么？跟你说话呢，你聋吗？哎，踹不得，踹不得。哎，你干什么？哎，你干什么？漠然哥哥，你怎么心不在焉的？你答应了我吧，要好好陪我的。我知道了，走吧。哎，漠然哥哥，我们要不来这家餐厅吃吧？好，走吧。你这人怎么回事啊？仗着自己是个大人，欺负小孩子是吧？呸！哼！漠然哥哥，那不是苏千池吗？他竟然对小孩子动手，这也太恶毒了吧！天爷呀，大人了！大家快来评评理，他还是个孩子呀！你这个可恶的女人，你就是个疯子！你孩子做了什么？你心里清楚，有必要颠倒黑白吗？你这个老畜生，都是因为你惹我妈生气了，我打死你！哎，你苏千池，你够了！你够了！别打了，都是我老太婆添的麻烦，我走。苏千池，你过分了吧？对一个几岁的孩子动手，你怎么这么恶毒？于总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我要不是亲眼所见，我还不知道自己的员工会有像你这么蛇蝎心肠的人。既然你都已经看到了，那你知道我为什么会打他吗？不管什么理由，你动手打人就是不对，你还有什么好狡辩的？你是这个女人的老板吧？你可要好好帮我们评评理。您放心吧，漠然哥哥一定会为你主持公道。我们吃饭吃的好好的，小孩子就说了2句话，他上来就给人家2巴掌。我的孩子才10岁呀，你也太狠了！苏千池，你给我好好解释。我没有，不是他说的这样的。苏千池，你当我眼瞎了不成？你有没有打人我没看清楚吗？不是的，是这个苏千池，你还真是执迷不悟啊！您放心，我一定会对他做出处罚。至于孩子的医药费跟精神损失费，我们公司会一并承担。我就说嘛，不愧是大老板，就是明事理，不像某些人。快谢谢叔叔，谢谢叔叔。走。漠然哥哥，你看这个小孩这么乖，苏千池怎么这么狠心啊？对这么乖的小孩下手？那就要好好问问他了。苏千池，你还真是一次又一次的让我大开眼界。你们还真是高高在上啊！真以为自己是什么正义的化身吗？苏千池，你不要再嘴硬了。只要你好好承认错误，漠然哥哥一定会从轻处理。承认错误？我不觉得我错了，我还觉得我刚刚打轻了呢。苏千池，你这个女人还真是执迷不悟。从这个月开始，你的工资减半，直到你什么时候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为止。我们走。漠然哥哥这次再也不会看上这个臭女人。小然然，我今天真的要被气死了。我都怀疑我们老板是不是谈恋爱脑子进水了，一天天跟个神经病一样，还觉得自己正义的不得了。我也是，我今天遇见了一个极度厚颜无耻的人，做错了事还不知悔改。那你也很可怜。芊芊，你要是能来我们公司上班就好了，我们老板人很好的，肯定不会像你现在的老板一样狗都嫌。我也觉得。漠然哥哥，你看到什么了？这么高兴？
那个我公司还有事，你先自己逛吧。老板心情怎么这么好啊？肯定是谈恋爱了。那个女孩也太幸福了吧，能被老板这么优秀的人喜欢。停车！老板，你要买香包啊？这个东西哪个地方卖都有。看看吧，这个香包里面的香料全是自己种的，图案也是自己一针一线绣的。老板，这个香包有什么不对劲的吗？您这个香包卖出去多少了？都卖给了什么人？我不记得，我时隔1、2个月来城里卖一些。你说什么？我想起来了，你就是餐厅里那个坏人。你说什么呢？起开，起开！我这个香包不卖给你。老人家，你先冷静一些，这其中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别看我老太婆年纪大了，我眼睛好着呢。你就是刚才餐厅里推倒那姑娘的坏人。姑娘，那姑娘心善呐，看我老太婆子饿了也不嫌弃我，给我饭吃。就是你过来一下子把她推倒地上的。老人家，您是不是认错人了？我跟你说过，我眼睛好着呢。那个姑娘叫千池，苏千池。哎，对，就是苏千池。他刚刚不是在餐厅推了一个小孩子吗？他那是为了我老婆子，那个小坏蛋往我身上泼剩饭、吐口水，他看不下去了，他才打了他一巴掌。原来是这样吗？看来是我错怪他了。我刚才就是想跟你说，我这次进城来一个香包都没卖，我就送给了那个姑娘一个。原来他也有一个这样的香包吗？真是巧了。你还站着干什么？起开，起开！别打扰我老太婆做生意。这里的香包我全买了。老板，你买这么多香包做什么？因为有人喜欢。肯定是老板娘，老板也太宠她了吧？怎么会是那个女人？上次交代你查的事怎么样了？信息部刚刚传来消息，地址登录已经完成大半，最迟3天就会有救。信息录入的怎么样了？老板很重视啊。马上了，就剩最后一个部门了。哪个部门？赵经理带领的策划部。赶紧录，赶紧录。好。赵经理，小宋，你说公司这次为什么会突然大规模排查住址呀？这个，要是不知道原因的话，我们策划部很难好好配合了。是郁总想要调查一下冯文小区3栋715的员工。好了，我知道了，我们会好好配合，你先忙去吧。风文小区3栋715，那不是苏千池那个贱人住的地方吗？默然哥哥怎么会突然去查这个？喂，怎么又来了？我到底招谁惹谁了？这点事儿都办不好，我要你有什么用？是那个奸人太狡猾了，但是这次我捡到了他的手链，里面一定有重要的东西。这个名字，手机多久能破解？10分钟就行。快去。默然哥哥竟然和苏千池有联系，还叫他小千千！密码已经破解好了。这个名字竟然真的是默然，他们两个私底下在谈网恋。这个苏千池怎么还有这个？你冷静点。凭什么要我冷静？论家世论样貌，我连一点比不上他。我现在就要让他们分手。不对呀，他们现在是网恋，而且不知道对方的真实身份。也就是说，我也可以是默然哥哥的网恋对象。
我想你了。我也想你了，芊芊，我们什么时候能见面？见面真是得来全不费工夫，只要告诉漠然芊芊是我，那就再也没有苏千池的事儿。我也真的很想见你，不如就约在周一。好，芊芊，我真的好开心啊！我也真的很开心啊。拿去。好。保证这个账号不只有我一个人。明白。我今天穿着白色裙子和白色大衣哦，别认错了。一定不会认错的。玉总，你要做什么？你跑什么？我天哪，这样的玉总好可怕呀！他为什么要跑？是还在怪我，还是欲擒故纵？玉总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不该打那个小孩。你这……芊芊，是我错怪你了，对不起。他怎么知道我小名？漠然，你怎么能这样对我？怎么会是一样的衣服？早上随手拿的衣服，怎么就撞衫了？漠然，你不是说不会认错我吗？是你？刚才玉总叫芊芊，差点以为她是小然然，不知道小然然现在怎么样了。手机丢了就算了，微信也登不上。苏千池，你也太衰了。芊芊，是我呀。你怎么起一个这样的名字？跟你的名字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我小的时候一直叫芊芊，长大了才叫的。漠然，你是不是不相信我？我可以证明给你看。现在可以相信我了吧？真的是他，可是我为什么会觉得这么陌生？芊芊，我们第一次见面，我有点不太适应。没关系，漠然，我会给你时间。我还有点事，我先上去。芊芊真的不是苏千池吗？苏千池，啊，公司撤回对你工资假办的处罚，我为之前的事给你道歉。作为赔偿，你每月的工资多加2000。谢谢玉总。看来玉总也没有那么是非不分嘛，在餐厅应该只是受了旁人的煽动。如果赵思涵真的是芊芊，那他肯定有这个。漠然哥哥，你找我？你这个……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？等等等，我也有一个。难道你也是在那个老奶奶那里买的？也一模一样，真的太巧了吧？是很巧。漠然哥哥，找我就是为了这个事儿，我们真是太有缘分了，连香包都能买到一模一样的，是不是？你喜欢就好，先出去工作。你确定香包就是在这儿买的？都是纯手工制作的。什么味道？也只有苏千池那种穷酸鬼会喜欢这种东西。给钱吧。苏千池，小琪在卫生间里不舒服，你把这个给他送过去吧。你自己怎么不做？让你去你就去嘛，哪儿那么多废话？我还要去给漠然泡咖啡。大家同事一场，怎么那么没有同情心？我去做。小琪，你在吗？小琪，
你吗？小琪，是你吗？别开玩笑了。苏千池，就别做梦了。小琪，怎么是你？你快开门！你干嘛？舒服吗？今天呀，就好好使你这套狐媚气。放出去！怎么样？刚才呀，洗了个澡。小琪，周宇，这里是公司，你也太大胆了吧！苏千池，你不会还不知道自己得罪谁了吧？今天呀，就实话告诉你，是玉总让我们这么做的。玉总，不可能。苏千池，你得罪了赵经理，玉总呢，他说再也不想看见，要让你从世界上消失。我不相信，玉总就算再不满意我，也不会用这种低劣的手段。你不相信？这里可是公司，要不是玉总说的，我怎么可能这么大胆呀？啊？他这个样子呀，真的好像一条狗呀！谁说不是呢？可是我怎么感觉少了点什么东西啊？叫吧，原来是搞点叫声啊！你叫的越惨，我们就越兴奋。你叫的越惨，我们就越兴奋。你们简直是魔鬼！我们是魔鬼。别动！苏千池，你不是不相信玉总会为了赵经理对你动手吗？那就睁大眼睛给我好好看看。老实点。赵思涵，果然又是你。看清楚了吗？玉总已经和赵经理在一起了。你这个癞蛤蟆，有少在一个年头，再让我发现一次，把你腿砍了。我们走。现在还不能丢了工作，只能先忍忍了。倩倩，我们一定要玩得这么近吗？小情侣都是这样玩着的。漠然，你是对我失望了吗？没有，那就这么玩着吧。我们快走吧，不然莹莹等着急了。哥，你来了。三姐，你们终于在一起了。三姐，你们终于在一起了。莹莹，你快跟我说说，你是怎么让这个木头脑袋开窍的？其实我们之前已经网恋了好几年，只是最近才决定奔现在一起。我哥的网恋对象是你，芊芊。那上次我哥邀你见面的时候，你怎么没出现呀？啊，其实上次我出现了的，只是漠然坐在那里，我实在太紧张了，才找了个借口躲起来的。原来是这样啊！我当时还跟我哥说，他网恋对象太丑了，不敢见面呢。我自罚一杯。哎，你少喝点儿。所以你之前三番五次吐槽的老板是我？那还不是因为之前你在公司对人家太凶了，我才忍不住吐槽一下吧。哥，你怎么能这样呢？怎么能凶女朋友呢？哎呀，不说了，我们先吃饭吧。哥，三姐，那我就先走了。好，拜拜。好，注意安全。这思涵姐的背影跟我偷拍的也不一样啊。难道是我喝多了？算了。漠然哥哥，莹莹看到我们在一起也很开心呢。走吧，我送你回家。你住在？我住在风文小区3栋715啊。你在公司排查过，我忘了。可我记得之前你并不住在那里。我是之前不住在那儿。但那儿离公司最近啊，我最近都住在那儿。走吧。好了，到了。漠然，谢谢你送我回来。
能上去坐会儿吗？芊芊，对不起，我知道我不该怀疑你，可是我实在忍不住。漠然，家里有几天没有打扫了，乱七八糟的。这样，要不明天好不好？好。他们怎么会在这儿？为什么感觉赵思涵像是故意给我看的？漠然，你刚刚头发上有东西，我真的很珍惜我们之间的感情。如果你觉得现实生活中我们不能在一起，那我们分手吧。我就是还没有准备好，你再多给我一点时间。我先走了，拜拜。马上滚到风文小区来！已经查清楚了，这个小区的房东现在在4季酒店。走吧。来吧，宝贝儿，我都等不及了。哎呀，急什么呀？谁呀？等我。耽误我好事儿。你就是风文小区的房东？怎么了？你们到底是租房还是买房？我要租房，3栋715。3栋715，那个房间已经有人租了，再给你找一间。我就要一间。这里是500万，我今天就要那间房。好说，好说。我还有一个要求，从今往后，不管是谁问，那个房子的租客一直是我。都好说，都好说。谁啊？谁啊？房东，我不是已经交过房租了吗？我没说要收租啊。这个房子有贵客要租，你们今天赶紧收拾房子，滚出去。凭什么？我们的合约都还没到期呢。凭什么？就凭你是一个死穷逼，你也不数数之前你拖欠过多少次房租了。之前的事儿我不跟你计较，但是这一次你必须立刻马上从这儿搬出去。你别欺人太甚啊！一大晚上的，我们怎么可能找到新房子？搬不搬？不搬，老子搬不搬？这是我私人物品，你不能动。没想到你还有点料啊！来吧，让老子爽一下！让老子爽一下！就琢磨我。滚！芊芊，你没事吧？还好你回来了。没事，我回来了。走，咱们走。醒醒！你这个贱女人！贵客，贵客，我已经把苏天池给赶出去了。做的不错嘛！你们2个把他们没带走的垃圾通通给我丢掉，从今往后，我就是这个房子的主人。是。苏千池，你的房子是我的，网恋对象也是我的。哥，你怎么过来了？思涵姐说你最近对她都很冷淡，怎么回事啊？可能是学姐工作太忙了吧，正好你们俩都在，我们一起打把游戏。好啊。我就不来了吧。你之前不是最喜欢打这个游戏了吗？我怎么感觉你跟网上好像变了一个人一样？我怎么感觉你跟网上好像变了一个人一样？难道漠然发现了什么？不就游戏吗？来吧。思涵姐，你是不是还不会玩呢？要不然我教你吧。怎么会？我跟漠然一块玩了好几年了。好了，就开始吧。来，漠然，我来辅助你。思涵姐，快跑啊！人怎么那么多？救命啊 ！Enemy Pentakill。Defeat。思涵姐，你这也不像玩了几年的样子啊。芊芊和我配合一向默契，今天怎么会？我真是太久没玩了，我们再来一把吧。不行，这样下去会露馅的。
好痛！你手指受伤了，怎么也不跟我们说啊？没事儿，我就是想陪墨然打游戏，一时就忘了手受伤的事儿。对不起啊，害你们游戏失败。三姐，这也不怪你啊。带他去包扎一下。来我办公室。芊芊可是发着烧都能在游戏中乱杀的人，怎么可能因为那么一点伤就操作差到这种地步？赵思涵今天的表现完全不像是老玩家，更像什么都不懂的新人。省着点儿。莹莹，你哥是不是不喜欢我呀？怎么可能？他要是不喜欢你，怎么可能让你做女朋友嘛？老板，你找我。莹莹，可是你哥都还没有把我带回家过。这个好办，只要我跟我奶奶说一声他有女朋友了，我奶奶一定嚷嚷着带你回家。莹莹，你对我真好。放心吧。我必须要在事情败露之前将漠然牢牢抓住。让你去查的地址排查怎么样了？结果已经出来了，风文小区那一户住的是赵经理。被房东确认过了吗？还有，这个苏千池的地址为什么是空白的？房东已经确认过了，苏小姐是因为暂时住在酒店，没有固定的住址。酒店？是的。分不下去，这周末的团建就定在婚云酒店，项目就为手游大比拼，获胜的队伍每人奖励5万元。是。哎，你们看到了吗？公司这次的团建啊，是比赛打游戏，胜利队伍每人5万元奖金呢。哎呀，我要赶紧联系打游戏了。5万，这么多！可惜我的游戏号和微信号绑定的，也登不上了。要是让我知道谁偷我的微信号，一定拿小针扎他。可是奖励这么多钱呢，不然练个小号。听说这次大老板也会参加，真是想不到呀！大老板也会打游戏。哎，说不定啊，大老板是为了某个人才打游戏的呢。这还用说吗？那肯定是赵经理了。小然然，今天下班送我回家好吗？好。你不进来吗？哦，我突然想起，我还有文件没拿，我要上去拿。他在躲我。这人又发什么疯啊？他不会把我拖进电梯打一顿吧？要不是为了那笔不错的薪水，这公司谁爱带谁带走。漠然，这就是我家啦。你在这住多久了？有好几年了吧，我记不太清了。为什么总感觉哪里不对劲，但又说不上来？漠然哥哥。你干什么？漠然哥哥。把衣服穿好。小然然，难道你就不想和我？我突然想起来，公司还有事，我先回去了。漠然，既然你不近人情，那就别怪我了。这次团建呀，老板可是下了血本的，奖励呀肯定是赵经理赢的。经理才不在意那几万块钱的奖励呢，经理想要的是大老板。苏天池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这是公司的团建，所有员工都可以参加，凭什么不能？上次给你教训给少了是吧？这么快就忘了？不过是赵思涵养的一条狗而已，成天乱叫什么？
算了，现在也不是硬刚的时候。跟你说话呢，你听不见啊？ 새벽 자리에 서 있네 돈 없이 나를 지지苏总，能不能离我远一点？让我摔又摔不坏，赵思涵肯定又要放狗咬我了。墨然，你来啦！先开始比赛吧。本次比赛分为3个队伍，先进行组内1v1比赛，选出3名最强的对手。届时由玉总选1名队友组赛，进行2v2的决赛。获胜的队伍呢，获得奖励。大家听明白了吗？好，那我宣布比赛开始。苏千池，这样的白板号也敢来参赛，还真是不自量力。不说话，没人把你当哑巴。咦，这个角色怎么那么像我的？看什么看？上！ Victory！ 好，组内1v1比赛结束，获得胜利的是苏天池、赵思涵以及孙晴。下面进行2v2决赛，由玉总选队友。苏千池这么贱人怎么会赢？不过玉总肯定会选经理，到时候看我不整死他。我选苏千池。算了，是不能赶人走，惹不起一点。上，你躲草丛干什么？快！我来了。你干嘛 Double kill! Defeat! Victory! 苏千池打游戏的路数和芊芊真是像极了，和赵思涵完全不一样。难道说……老板，该颁奖了。恭喜你！谢谢。想不到陆白皮竟然还会打游戏，我这第一次和他打游戏，竟然有一种很熟悉的感觉，实在是太默契了。奇怪。好，下面就是大家自由活动时间。好嘞。你们两个一会儿把人带到房间，其他的事情就不用管了，明白了吗？明白。漠然，公司团建项目你是怎么想出来的？上次打游戏的时候想到的。你不是之前最喜欢打这个游戏了吗？漠然，你是不是有点醉了？我扶你去房间休息吧。苏千池，过了今天你就再也不是我的威胁了。真可惜，你再也不会知道漠然就是你的网恋对象。臭婊子，老子因为你挨了多少打，这次你可跑不掉了。我怎么会在这？这是怎么了？怎么完全使不上力气？妈的！漠然，清醒的时候你不肯要我，那现在呢？芊芊，是我呀，漠然，让你彻底成为我的人吧。啊！怎么了？那个小贱人跑了。没用的东西，跑了就去找啊！漠然哥哥，千万要忍住，等我哦。
找到了吗？没找到。继续找呀，赶紧的，走。我们把整个酒店都翻过来遍，硬是没找到。你说那个小贱人怎么那么能跑？算了，不找了，他们要小快到了，赶紧的吧，走。哎呦！漠然怎么把衣服脱了？漠然哥哥，你醒了？是你？你怎么会在这儿？昨天你喝多了，我扶你来休息，结果你就……怎么会有血？难道是那个贱人趁机进来？漠然哥哥，那可是人家的第一次。我会对你负责的。嗯。为什么？芊芊不是我最爱的人吗？和她在一起，我应该觉得很开心。为什么我会觉得这么奇怪？小赵，安排一下，我要亲自去见风文小区的房东。为什么什么都想不起来？昨天到底发生了什么？苏千池，我可算找到你了。哥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你还知道我是你哥？苏千池，你都多久没往家里打钱了？我最近太忙了，我现在就打。不用了，我这次来不是找你要钱的，妈生病了，跟我回家。妈怎么会突然生病？那我现在去给老板请个假。不用了，再耽误都来不及了。妈，你怎么样？哥，妈不是生病了吗？人呢？妈呀，好着呢。如果不是这样，怎么能把你骗回来呢？什么意思啊？贺老板下了100万的聘礼要娶你，你啊就乖乖在家准备吧。没有经过我的同意，怎么可以擅自为我做主张啊？贺老板可是开了一整个养猪场，身价上千万，能看上你啊，是你的荣幸。养猪场的贺老板，他都快60岁了，你们怎么可以把我嫁给那样的老男人啊？年纪大怎么了？年纪大了疼人啊！你怎么可以说出这样的话呀？芊芊呀，不是妈不疼你，这不你哥看上了黄家的姑娘，人家要50万呀！我和你爸实在是拿不出来。哥要钱，所以要牺牲掉我的幸福，对吗？这件婚事就这么定了，这几天呀就在家给我待着吧。手机拿出来。过来干什么？你就乖乖在家待着吧。哥，你放我出去！我的好妹妹呀，哥哥也是为了你好，你呀就安心在家等着出嫁吧。哥，就很聪明。你们他妈的谁呀？知道我是谁吗？你就是风文小区的房东。是我怎么了？你们识相的话，赶紧把我松开，不然的话，我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。给他松绑。哎呀，这就对了嘛！哎呀，我这有100万，我问什么你答什么，听明白了吗？你们早说呀！搞这么大阵仗，
吓死人了！风文小区3栋715的房客是谁？老实交代。好像是叫赵思涵。你想清楚再说。你要是敢说谎，你1分钱也别想拿到。千真万确，真的是赵思涵。那在这之前，还有没有其他房客？在那之前，怎么很难回忆吗？看来你是敬酒不吃想吃罚酒，动手给他松松皮。我说，在那之前有一个房客叫何念念的，还有一个叫苏千池的。苏千池，他什么时候离开的？好像是上个星期。他们为什么离开？不是，有人给了我100万，让我把苏千池赶出去。是赵思涵，他给了你100万，让你把他们赶出去，对吗？大哥，他们强迫我的呀，他们用刀盯着我呀，大哥，我不敢不从他。苏千池，真的是你？我为什么到现在才发现？大哥，我都说完了，让我走吧。见钱眼开的东西，给我狠狠打！我才不敢了。于总，你直到今天，我才发现赵思涵这个女人骗了我，苏千池才是我的网恋对象。我得去找她。于总，苏千池已经2天没来上班了，也没请假。什么？赶紧去找她住址，快！我做了那么多对不起青青的事，她会原谅我吗？我劝你死了这条心，就算你出了这个门，你也出不去。吃饭。想通了，前2天不还要死要活的吗？对啊，我想通了，嫁给谁不是嫁？而且他老板那么有钱，我嫁过去就是享福了。你要早点想通，能少吃多少苦头？可以放我出去吗？我想洗个澡。你打什么嗝？只是哥，我们公司有个规定的，要是员工3天不去上班，就会去住处找人。我都2天没去了，他们要是找不到人，报警也不是没有可能的。人呢？当然是真的，哥，这样你看着我打电话，我保证不乱说的。你要敢说漏一个字，我就打死你。谁呀？岳总。你认识我？前天的冰山老板呗。怎么了？我来找苏千池。他不是上班了吗？他已经2天没有去公司了。什么？怎么可能？奇怪，前天2天都没给我发消息了，电话也没有人接听。你知道他人去哪了吗？我担心他有什么危险。他除了上班回家，也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了。喂，阿成，前这2天有去酒吧吗？没有啊，自从他上次辞职后，就再也没来过了。是前天电话。喂，倩倩，你在哪儿啊？急死人了都要。念念，我没事儿，我就是想我哥了，我在家呢。啊，你哥哥？对，我哥对我可好了，不信你看。啊，苏哥哥好。倩倩，你回家应该跟我说一声的呀。我忘了。对了，念念，你帮我请个假呗。好。好好待着吧。玉总，快去救芊芊。芊芊不止1次跟我说过，他哥哥是一个一事无成的败家子，天天只知道啃老吸芊芊的血。他不可能是因为想他哥才回家的，他很有可能是被绑架了。你知道他们家在哪吗？我只知道是青南区，但具体的位置我也不太清楚。啊，但我刚截了他哥的脸，你看。小宋，派出所有人去哪？先去青南区。是。我跟你们一起去。哎呦呦，我们家芊芊呀，穿上嫁衣呀，真好看。妈，仪式快开始了。哎，来了来了。郝老板，恭喜恭喜啊！
恭喜恭喜，有请上座。欢迎大家来到贺兰山先生和苏千池小姐的婚礼现场。下面有请新郎新娘入场。老板查到了，那个人叫苏鹏飞，是苏千池的哥哥。据说苏家要将苏千池嫁给一个姓贺的老板。那个姓贺的老板今年已经60多岁了，婚礼就在明天。他们简直是畜生！吸了千叶的血那么久还不够，竟然还要将她嫁给一个老头子。我们还有多久能到？还有8个小时的路程。加快速度，务必在明天婚礼前赶到。是。可是，就算这次能将千千抢回来，他们还是会要找千千。千千永远都摆脱不了他们。对付人渣，就要用更渣的办法，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。只有让他们从苏千池身上觉得无利可图，甚至还会连累他们，他们才会主动放弃。你们要做什么？苏千池，既然你都已经结婚了，那欠我的钱是不是该还了呀？什么？这死丫头在外头欠钱了？苏千池，你欠我们借贷公司的钱该还。怎么还想赖账不成？你们怎么来了？我不是说之前肯定会还给你们的吗？要不这样，你们再宽限我几天，我到时候一定还啊！我已经宽限你3个月了，既然你没钱还，那就让你的家人替你把钱还了。你们就是苏千池的家人了吗？苏千池欠我们借贷公司200万，逾期3个月，连本带利一共是500万。什么？那么多啊！你们替他把钱给还了吧？谁借谁还，凭什么我们替他还？对呀、你的意思是想赖账了？来人，给我把他腿给我打断！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也不知道，我就借了200万，怎么突然变这么多了？给我滚回去！我不要你这把洋玩意儿！他怎么会来？你死定了！这可是我债，不是你赔啊！大哥，我和他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你要钱，你找他哥要。贺老板，你们结了婚，他就是你们贺家的人了吧？这笔钱应该你出吧？你胡说，我们还没拜堂呢。我不管，她就是你们贺家的媳妇儿。没有拜堂，他就是你们苏家的人，我退货。都给我闭嘴！既然你们都不想还钱，那我就只能把人给带走，卖去国外了。我们可不做赔本买卖。不行，那你替他还。他欠了那么一屁股债，那贺老板肯定不要他留在家里，那就要我们出钱。我看呀，就让他走吧。那人我可就带走了。苏小姐，请吧。感谢生母的养育之恩。从今往后，你我再无瓜葛。这个破地儿我看着碍眼，把他们都给我砸了吧。至于他们几个，好好招呼。我儿子！芊芊，你没事吧？年年，我没有家了。没事啊，你还有我呀。我就是你的家人，不过这次我们没有事先跟你商量好，你不会生气吧？
这次的事情让我彻底看清了他们，我不后悔跟他们断绝关系。那就好。不行，赵思涵的事情还没有解决，现在跟芊芊相认，说不定他会觉得我花心，立刻跟我分手。玉总，感谢您这一次特地过来帮我，只是你怎么会来啊？我们山明集团呢，会对员工的人身安全完全负责。行了，先离开这吧。这可真是破天荒头一遭啊！玉总居然坐在副驾驶，实在是太罕见了。看什么看？看你的事。芊芊，我总觉得玉总也不像你之前说的那样冰山嘛。这次他知道你一出事，就紧张的不得了。你说他是不是喜欢你？别瞎说，人家可是有女朋友的。他不是。赵思涵她不是我女朋友，我女朋友另有其人。他突然解释这个干嘛？我最近惹我女朋友生气了，你知道该怎么哄吗？每个人的哄法不同啊。如果是我的话，只要把事情解释清楚了就可以了。不过要是事情严重的话，那就另当别论了。哎，这题我会。女孩子嘛，总喜欢一些花花啊、礼物啊、红包什么的，每样都来一点，总会消气的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哎呦，姑娘娘娘，你可回来了！你怎么在这儿？我错了，求你回来住吧，以后想住多久就住多久。我冒犯您的事情，我现在立马去警局自首。他只是受刺激了。我也不知道。既然你知道错了，就去警局自首去吧。好，我立马就去。还是自己家舒服呀。谁啊？你好，您是苏千尺苏小姐吗？啊，是的。这有您的快递，请签收。谢谢。奇怪，我以为没东西。丢失已久的手机居然自己回来了，难道是哪个好心人捡到，给你还回来了？不知道啊。芊芊，我好想你，你最近不在，我真的好难过，你不要生我气了好不好？小然然，我回来了。芊芊，欢迎回家。失联这么久，我才知道我有多想你。小然然，我们再见一面吧。最近有些忙。那你把你的位置发给我，我想看看我们有多远。小然然居然就在我的附近。奇怪，没有人了。难道出故障了？谁能想到大名鼎鼎的玉氏集团老板会在自己女朋友窗户下面偷看，不敢上去？开车吧。完了，早上起晚了，要迟到了。苏千石，这下没救了，肯定要和之前一样被勾钱了。老板，你于总，我知道，迟到1分钟罚款200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继续上交。我是想说，你可以慢点走。那条规定被我给废除了，现在早上上班时间推迟了10分钟。什么时候的事啊？刚刚。Yes， 不用扣钱了，我也太幸运了。
他们这是怎么了？他们被开除了，郁总还放话了，说今后不允许他们在江城任何一家大企业就职。赵经理今天也没有来，不知道是不是一样被开除了。啊？为什么？我也不知道。郁总刚才来的时候发了好大一通火。哦，对了，你前几天没有来，手里的项目应该慢下来了吧？一会儿你做汇报的时候得小心一点。我知道了。过去只能硬着头皮上了。吩咐下去，停止跟赵氏集团的一切合作。明白。见。有什么事情吗？于总，我前段时间有事情没来公司，所以手里的项目进度落后了一大截，可能没有办法在规定的时期内完成了。骂吧，只要不开除我，什么都行。你的情况呢，我都知道。项目的事不着急，慢慢来就行。着急慢慢做，这么温暖的话，竟然是岳冰山说的。还有什么其他事情吗？没有。岳冰山怎么突然转性了？还挺不习惯的。没事的话，那就工作。啊！千池姐，你怎么了？这也太魔幻了。岳总今天太反常了，好像变了个人似的。你是不是被郁总骂傻了？恰恰相反，他没有骂我。这也太反常了吧！我们平时找他汇报工作，10次有9次都是被他骂出来的。而且他今天早上气压那么低，居然没有骂人。不仅如此，他还对我笑啊！鸡皮疙瘩都要起来了。事出反常必有妖，千池姐，你还是小心一点吧。哦。你们要干嘛？我可是策划部的赵经理，眼睛瞎了吗？给我让开！不好意思，郁总有命令，不准许你在建筑3名之内一步。让我进去，我要见你们郁总。我们也是奉命行事，不好意思。默然，给我出来！郁默然，你出来！放开！老板，赵经理在楼下喊了半天了，说要见你。不见。可是，是我说的不够清楚吗？只要他出现在山明集团，你先给我轰出去。是。我就说，玉冰山还是那个玉冰山，一如既往的冷冰冰。不过也好，赵思涵作恶多端，玉冰山也算是终于看到他的本质了。不知道小然然在忙什么，感觉他简直像玉总一样忙。在做什么？刚忙完，在休息。我感觉最近好像特别幸运哎。哦，怎么说？我们老板最近把公司的一些人开除了，那些人之前都欺负过我，现在感觉他好像也没那么可怕了。如果，我是说如果你发现之前我做了一些对不起你的事，你还会继续和我在一起吗？那要看什么事儿吧，只要不是原则性问题，就还好。
芊芊，我只怕你知道后，就再也不肯原谅我了。赵思涵，你不要命了是不是？漠然，自从上次拿了手机，你就不肯见我，我只能这样。你是特意来提醒我，你是怎么偷了别人东西吗？我没有，我是想说，赵思涵，我警告你，你要再继续出现在我眼前，御史跟赵氏就不只是停止合作这么简单。我怀孕了。说什么？我怀孕了，是你的孩子。给我去医院，给她做个检查，看她是不是怀孕了。行，陪同人员请先回避一下。啊，签了。来吧。医生，我怀孕了，什么意思？你应该怎么办？进来吧。检查结果已经出来了，她确实怀孕了。漠然，这个是我们的宝宝。你先把现在检查做了，我还有事。你还要去找苏千池吗？这不是你该操心的事。漠然，苏千池要是知道我怀了你的孩子，他还会和你在一起吗？就算知道你的网恋对象是苏千池，又能如何？玉漠然，你照样是我的。玉漠然啊，玉漠然，枉你还是集团总裁呢，连你自己喜欢的人都保护不好。芊芊，芊芊，先生你好，我们要打烊了。先生，哎，先生，醒醒，这不是千池吗？喂，阿成，怎么了？千池，我这里有个客人醉倒了，你要不来看一看？我看他手机壁纸是你，还一直叫着芊芊，或许是你的朋友。朋友，我马上过去看一下。哎，这里千池，人呢？你快回来！芊芊，你真的认识他呀？他怎么会这么多呀？我也不太清楚，怎么劝他都不行。要不是你来啊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算了，就当报答他在婚礼上救下我，又开除那些坏人吧。阿成，谢谢你叫我过来。没事，都是念念的朋友。那我先走了。我还没唱呢。愁死我了。玉总，不能拖了。你醒了。是他。那天晚上和我发生关系的，竟然是玉总。不行，我不能待在这儿了。烦死了！苏芊芊，你又发什么神经？明天就要去辞职。在。你要辞职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难道我能说是因为老板您帮我睡了吗？不过看样子，玉总应该不知道那天晚上是我。我最近有点累，想休息一下。公司可以给你开年假。我想休息的时间有点长，可能3年5年。
你考虑清楚了？考虑清楚了。也罢，芊芊，或许放你离开对你更好。这样，我批准了，你可以财务那边多领1年的工资。好。终于离职了，为什么感觉心里空落落的，像少了什么一样？苏千池，我要让你彻底消失在这个世界上。于总，于总，你怎么样？芊芊，你没事，你没事就好。于总，救护车！救护车，快来人！于总，于总。家属在外边等。苏小姐，小宋，小宋，于总是因为我才变成这样的，你快找最好的医生去救他。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救我，突然就冒出来了。苏小姐，你现在还不知道吗？知道什么？玉总的私人网名就叫漠然，他就是您的网恋对象。什么？这是玉总的私人手机，您想要的东西都在里面。玉总之前特意嘱托过，只有您能看。你车怎么停这儿了？你撞人了？嗯，人好像已经死了，警察很快就会找上来。这样，你去警局自首，就说车是你开的。你放心，我会求我爸把你尽快捞出来，相信我。好。苏小姐，肇事者去警察局自首了。是他，可我好像看到司机是个女人啊。小宋，听说漠然出事儿了，他现在怎么样？玉总还在手术。医生，病人还没有脱离生命危险，你们要做好心理准备。病人伤到了脑部神经，就是醒来，也可能成为一个植物人了。什么？小宋，漠然现在情况不明，集团的事情又不能耽搁，不如就由我来吧。毕竟我怀了他的孩子，日后我们也是要结婚的。他们有孩子了？此事就不劳您费心了，毕竟您现在可不是三明集团的人了。易总之前特意嘱托过，如果说他出了事情，玉氏集团由苏千池小姐全权负责。什么？这不可能！苏千池有什么好的？漠然竟然把一切都给他。律师就在来的路上，如果说您不相信，可以旁听。你，千池，你个贱人！赵思涵，你之前冒充我的身份就算了，现在漠然都已经躺在里面了，你还打玉氏的主意，你安的什么心啊？我都是为了漠然好，为了漠然还是为了你自己？你心里清楚。小宋，坐口。请吧。行，你们都给我等。小宋，你查一下赵思涵最近的行踪。我见过那个男人，我总感觉赵思涵跟他的关系不一般。是。我们还没奔现呢，你就躺下来，居然还弄出了个孩子来，
啊，那个赵思涵可是他一次都没来看过你。算了，看在你因为我变成这样的份上，就勉强照顾你。等你醒了，我就把公司还给你，你们一家。苏小姐，有线索了。苏小姐，有线索了。事发当天有视频拍到赵思涵驾驶着肇事车辆，按时间的推断，就是他撞到玉总。不过他肚子里有玉总的孩子。赵思涵肚子里有玉总的孩子，怎么还会喝酒啊？你去查一下赵思涵当初查出怀孕是哪家医院，我怀疑她根本就没有怀孕。是，我立刻去查。如果确定她没有怀孕，我马上报警。你干什么？接着跳啊！哎，干什么？你们干什么？哎！我们是江城公安局的赵思涵，上个月驾车撞人后逃逸，并要求他人顶罪，现在依法对你进行逮捕。你们知道我爸是谁吗？我爸可是赵氏集团的董事长。带走。放开！不会放我人的！放开我！今日新闻：赵氏集团千金赵思涵因肇事逃逸被判入狱。赵氏集团股票暴跌，或将面临破产风险。小然然，你快点醒来好不好？我不生你气了。你要是再不醒来，我就跟别人谈恋爱了，跟别人结婚生小孩。小然然，医生，医生，他醒了。芊芊，你来了。别笑得这么开心，我可没原谅你啊！芊芊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我不是故意瞒你的，我是怕你不肯原谅我。可惜，别晚了。你怀孕了？孩子父亲谁啊？孩子的父亲嘛，是一个脾气超坏、爱压榨员工的资本家。不过，他挺爱我的，为了我，可以连命都不要。怎么，吃醋了？嫉妒都快要疯了。那你去找他打一架啊，他就在公司。是不是小段？他呢，以前是我的顶头上司，后来呀，成为孩子的父亲。你是说这个孩子是我的？什么时候的事？现在想起来了。公司讨厌那天晚上的人是你？太好了，芊芊，对不起，我还以为……对不起，芊芊，之前让你受了那么多委屈，能不能给我一次机会？我想用一辈子来弥补你。小然然，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